大家好，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讲一下如何在一个趋势里来区分这个趋势的反转和小的回调。这个问题我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有很多线下粉丝和学生会问我这个问题，具体怎么操作，我觉得每个日内的交易员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总结的也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汇总的一些技巧，可以供初学者来对照。但还是那句话，市场永远是正确的。你能做的就是说，尽量去跟随一个大概率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照本宣科，完全复刻别人的经验。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汇总的一个流程图，来区分 pullback 还是 reversal。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在看什么，一定是已经形成的 trend。如果完全没有 trend 的形成，就无所谓回调还是反转了，因为你很可能就在一个震荡区间内，你只需要在高处1/3去卖，低处1/3去买，或者直接就在两个边界处做一些 trading 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谈今天这个话题，首先一个大前提就是它是一个已经形成的趋势。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个趋势是否已经跟这个 EMA20 进行互动。如果全程都没有跟 EMA20 进行互动，你完全不用担心这是一个反转，因为与 EMA20 的交流是反转的前提。如果是已经有与 EMA20 的互动，我们需要关注在首次互动的时候它的反应。是马上有一定的反弹，还是说会直接上穿或下穿 EMA20，沿着反趋势的方向继续制造 high 或者是 lower low， 这个是需要比较注意的。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需要关注是否这样的反趋势的行为会很快收回顺趋势的那一侧，也就是说在牛趋势里是不是在下穿 EMA20 之后很快在5根 K 线之内就又收回了 EMA20，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是，这也可以当做一次回调而不是反转。如果没有这样，还是继续在反趋势方向去行进，我们要观测是否有明显的向上翻或者下翻回归趋势的行为被 EMA20 狠狠拒绝。如果这些都符合的话，这很可能是一个反转趋势了。我会结合2月份到3月份的一些具体盘内的情况，给大家具体讲解一下，在每一个判断过程中，到底是如何把这些规则用在具体的盘形内的。还是那句话啊，市场永远是正确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去跟随大概率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说照本宣科。所以我接下来所有讲的个人的经验，可能适用于你，也可能完全不适用于任何人。所以大家在听我讲这些内容的时候，最好结合自己做日内的策略，不要完全推翻你之前的策略。OK， 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就像我说的，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回调还是反转，首先要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趋势。它是趋势的话，才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必要。什么样能算作趋势？我给出一个比较简单死板的判断方式，差不多6到12根 K 线都完全行进在 EMA20 的同一侧，并且不停地制造极值，也就是说在上方是 higher high， 在 EMA20 下方是 lower low。我们能看到，比如说2月26日的上半场，这样的连续的 K 线创造新低，并且连续能有差不多10到15根 K 线收在 EMA20 之下，这样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已经形成的趋势，这就是一个 trending day。另外，我们看2月18日的上半场，已经有足够多的 K 线行进在 EMA20 之上，并且制造了 higher high， 持续了比较久的时间，这样也能说明这已经是一个形成的趋势日。还有就像2月9日一样，从下至上上穿了 EMA20 之后，有好多 K 线一直行进在 EMA20 之上，同时制造了 higher high， 这样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日。大部分的日内交易员是喜欢做 swing trade 的，也就是说个长时间通过持有和判断正确方向，从而获得较大利润的。相对于 scalping， 也就是不停的剥头皮的交易来说的话， swing trade 会有更大的收益的可能，对单子的 management 也会更容易一些。当然有 trending day 就会有非 trending day， 也就是 trading range day。 比如说2月27日这一整天，我们可以看到，你在这样的一天当中，就不要去想哪一部分算回调，哪一部分算反转，
你想这些问题其实对你做单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它给你的空间非常小，在不停的震荡的盘中，你最好不要去做什么跟随单，而是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大阴阳线做反转的这种 scalping 单子。当然，这样的方式和做法我们会在以后的视频中具体来讲解，在这里就不做过多讨论了，我只是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趋势到底长什么样子。比如说3月6日刚刚结束的 Trading Day， 它也是一个非趋势日。我们看这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里进行了一些震荡区间的价格行为走势。OK， 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讨论这个回调还是反转，首先要确定它是一个趋势日，只有在趋势日当中，我们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是否与 EMA20 有过互动。其实我们在做日内有一定经验的小伙伴会发现，大部分的时候都会看到 EMA20 和价格 K 线的互动行为，很少有那种一骑绝尘大单边走势。接下来举几个例子，这种非常稀有的情况，完全没有互动的日子，价格行为到底长什么样子？比如说这个2月25号的行情，你从刚开盘可能会把它理解为一个简单的震荡区间行情，但是你发现这一天它都是以非常小的步幅在缓步上升，而且你可能出乎意料的是，抛出尾盘一些不说，这一整天下来都没有完全触碰到 EMA20， 更别提跟 EMA20 互动了。所以这样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没有跟 EMA20 互动的趋势日。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看一下2月23日的上半场，这一天也是一个大的阴线把价格带到了 EMA20 之下，一路水银泻地。在向下走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直到中午1点之前，这一整段跟 EMA20 都没有任何的接触，所以在这一整段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全不用去考虑反转。同样类似的盘形还有2月12日的上半场，在午休回来之前，这一整段行情也都是运行在 EMA20 之下，所以你完全不用在这些大阳线的部分做任何考量。当然了，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主要的情况，我们做日内的都是会有跟 EMA20 互动的状态，少数情况是那种一骑绝尘，像我们之前提到的2月25号那样的行情。如果有这样的 interaction， 我们如何判断这种反趋势的行为形成的是回调还是反转？这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判断的依据，也就是第一次跟 EMA20 接触的时候，是否制造了反趋势的 counter trend extremes。这个我们来具体讲一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2月9日的行情，其实在整个上半场它也是一个趋势非常强的一天，直到在中午的时分，它出现了一定的下跌，这个就是一个逆趋势的一条腿。这条腿我们就需要明确来判断它到底是引起了一个反转，还是只是一次回调。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一次下穿 EMA20 之后，很显然下一根收了一根阳线，并没有制造更大的 counter trend extreme。所谓 counter trend extreme，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牛趋势里，你在下降的时候下穿了 EMA20， 并且在接下来的收盘处要比之前的低点还要更低，这就是说有意在反趋势的这条腿当中做更大程度的突破。但是我们看这一天的这个突破20的行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反趋势的机制。OK， 如果你说这一次接触不是很典型，我们可以看这一次先生成了一个大阴线，然后收了一个长下影线，它的下一根 K 线看起来好像要继续向下行进了，但我们明显看出来它收了一个 inside bar， 也就是说它不能突破更极端的反趋势的值，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当做什么？当做一次小的回调，而不是反转。很显然之后我们的阳线又拉起来，然后回到了 EMA20 之上。第一次与 EMA20 的接触，我们要看它是否能在这个反趋势穿越 EMA20 之后制造更大的反趋势机制，如果没有，我们就把它当做回调。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2月26日的这一次大跌情况。它其实抬起来这一条牛腿非常夸张，可能已经有一些交易员把它当做一个大反转来看待了。但其实我们看一下第一次与 EMA20 的接触之后，像我说的，它并没有在更加反趋势的方向上在极值处有一定的突破，也就是说它没有创造更大的极值。这样的状况
我们明显要把它当做什么？当做一次回调来看待，而不是一次反转。很多情况都是在20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给了大家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比如说这一次，它第一条牛腿抬起来之后，本来我们做日内的交易员就会有这样的觉悟。第一条牛腿不要去跟，因为它很可能还有第二次下探，下探的位置也刚好在 EMA20 处，给了你完好的提示。这里穿越 EMA20 之后，并没有在 EMA20 这个反趋势的方向制造更多的极值，马上就又拉了回，所以这是第二个有接触但未制造极端值的例子。所以第一次与 EMA20 的接触之后，并没有在反趋势的方向制造更大的极值，这多半是回调而不是反转。如果它制造了更大的极值，会让它成为反转的概率更高了一些。但是我们还要看下一个判断标准，也就是它是否在很少的几根 K 线之后就返回到了 EMA20 顺趋势的一侧。比如说我们看一下2月17日1点钟左右的这段 K 线，其实是非常强的这个回调，但是第一次真正的大力的下穿 EMA20 是发生在这一根阴线。我们看这根阴线，它不光是下穿 EMA20，并且在后续的2根 K 线都制造了更加极端的逆趋势的低点。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当做牛趋势，这个更低的低点在 EMA20 的下侧，我们需要进一步判断它是否在少数的 K 线之内就完全又回到了EMA20 顺趋势的一侧。很显然，在这根大阳线生成之后，它收在了 EMA20 之上。虽然我们如果从马后炮角度，它后续的几根又一次下落到 EMA20 之下，但是单从这根大阳线的行为，我们就要把前一整段的这个价格行为当做一次回调，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反转。哪怕是你看这里有你说是小双顶还是三顶 whatever， 它都在跟 EMA20 互动的那一刻告诉你它的价格背后的逻辑。OK， 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2月12日这次比较大的熊趋势，可以看到这个真正与 EMA20 有互动的是这一段价格行为。当价格从下至上上穿了20，并且收在20之上，是不是有小伙伴就认为 OK， 这里很可能已经反转了，这是一个牛趋势的起点？因为我们看之前的所谓的支撑位，在1次、2次、3次楔形下探之后，迎来了它的主趋势的反转。这种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我们的一步的判断标准，它这一次向上穿越之后，确实是制造了更反趋势的极值，也就是说 higher high 在这个 EMA20 之上。但是我们要关注它是否在很少的K 线数之内就又收回到了 EMA20 之下，也就是顺趋势的一侧。我们看到1、2、3、4、5到这根 K 线的时候，它又收在了 EMA20 之下。所以从这一段 K 线行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从这儿开始的一段牛趋势不能把它当做完全的反转，我们需要至少再观察一段才能确定。如果我们继续看，不光是第二次接触，同样又制造了更加反趋势的极值，上穿EMA20制造了 higher high， 但是又一次在很少的几根 K 线之内，就又再一次回到了EMA20之下。当然了，我们有时候过多的计较这个 local 的一些具体的走势，会对大趋势的判断没那么有帮助。不过为了讲解清楚我们这些判断标准，我只是给大家举例子。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着急去入反转多单，一定要再观察几根，并不是说这样之后它马上就会继续向下，继续顺趋势可以下这个空单或怎样，只是说我们给你这个判断标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主趋势反转，什么时候需要再继续观察。这里就是要继续观察，因为它反复把价格拉回到顺趋势的一侧。OK， 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有在5根 K 线之内收回到20顺趋势的这样的情况，就有没有收回来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2月26日的1点半左右这一段的价格行为。首先这是一个大的熊趋势，熊趋势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一条牛腿，我们之前有讲过，之后可能有一个2次下探的可能。当再一次抬起牛腿的时候，我们看这里，这是一根大阳线，从下至上上穿 EMA20。我们看一下后续的一堆价格行为，它确实在反趋势的方向上
创立了更大的机制，也就是 higher high above EMA 20，有几根 K 线的犹豫。但是哪怕是在1、2、3、4、5、6根 K 线之后，价格还是没有被拉回到顺趋势的一侧，这里就大大增加了这是一个主趋势反转的可能性，提高了很多。相对于直接又下穿回归到120之下这种盘形来看，这样的就给我们主趋势反转的多单增加了几分胜率。另外一个例子是3月5日比较偏尾盘一些的地方了。还是那句话，我个人而言不是很建议大家做尾盘的单子，但是这里就只是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例子来参考。也就是说，当穿越了 EMA 20之后，并且在反趋势的方向制造了更大的机制，也就是说，这里上穿20之后制造了一个 higher high， 这样的状况下，并且在几根 K 线之内都没有完全收回到 EMA 20下方一侧的回归趋势这一侧，那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认为 OK， 这是一个主趋势反转，这可能要形成一段多单占优势的一个状态。所以刚刚这两个例子讲的是逆趋势的 K 线跟 EMA 20互动之后，并没有在很少的 K 线数目之内收回到顺趋势的一侧，这样我们会得到什么结论？会得到它是主趋势反转的盘形的概率会比其他状况增加了一些。当然，我们还有一条最后的确保它是主趋势反转的判断，就是在一切符合这些先前条件的情况下，它是否有明显被 EMA 20拒绝回归趋势的那种 K 线形态存在。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3月5日的这一根 K 线，这是一个想回归 EMA 20之下，但是又被买上去这样的一个 K 线状态。当然，我们之前的判断都要成立，不是说只看这一根 K 线就能确定它是主趋势反转。我们之前有那么多的条件，这是之后的一个确认性的判断条件，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下影线是拒绝回归到顺趋势的一侧，这更加增加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主趋势反转的概率。同样，我们看一下2月26日的这段我们之前讲过的大阳线，还是之前的一些判断标准它都符合。你看，在反趋势的方向制造了更高的 higher high， 并没有很快回归到顺趋势的一侧。同时，我们要非常明确，这里有两次，一次是这个下影线想回归到顺趋势的一侧，一次是这两根，这是一个十字星，这是一个小阴线，它们同样想拉回跟 EMA 20顺趋势的下侧，所以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明显的回归趋势被拒绝。在我们先前判断的所有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这样的价格行为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认为这可能形成一次主趋势的反转。OK， 可能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2月18日靠近1点半之后的盘形。首先，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啰嗦一遍，我们有很多先决条件，它在突破了 EMA 20之后，在逆趋势的方向上制造了更大的基值，并且在5、6根 K 线之内没有返回到 EMA 20之上，也就是顺趋势的一侧。同时，我们看最后一个判断条件是，它有很多次尝试回归20之上，也就是顺趋势的一侧，但被拒绝。这根 K 线是非常明显的，这根 K 线也很明显。这对 K 线，一个阳线上拉，一个阴线彻底把它打下来，还有这对 K 线以及这根阴线的上影线。我说的这些不是它们的单独存在，不是那么有意义，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大背景下，像我之前说了那么多的判断条件都满足的前提下，这些 K 线对或者是 K 线形态这些价格行为的出现，大大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所以可以在这一整段的和一个地方挂一个限价空单，去做一个波段交易的盈利。所以你看，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条件的审视，最后才能确定 OK， 这很有可能是一次主趋势的反转。也就是说，通常状态下想反转一个趋势它是很难的，尤其在趋势形成很强的前提下，大部分它会以一个震荡区间的行为来结束或者是转换这样的趋势，而不会马上就形成一个主趋势的反转。这是一个大前提，也是一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明显拒绝 K 线返回顺趋势的一侧，就有那种完全没有拒绝行为的价格行为。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2月23日在1点50左右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条非常像第二条大牛腿。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一条牛腿抬起来，再一次测试低点，再一条牛腿抬起来，很可能就是一个大的主趋势反转，甚至去测试价格起跌点，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是我们脑海中的 prior， 就是先验知识。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里形成了一段回归熊趋势的价格行为，并且尤其是在跟20做互动的这一部分，这一根大阴线从上至下下穿020。并且下一根跟随制造了更低的低点，这一整段都没有被拒绝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段牛腿是成立的主趋势反转，我们再一次经历 EMA20 的互动的时候，会有非常明显的拒绝性行为。也就是说，让它比如说这里拉了一个下影线，又一次继续上涨，这样的完全无障碍的通过，没有任何拒绝的行为，直接就大大降低了它成为主趋势反转的概率。也就是说，这里很明显我们可以去做一个顺趋势的交易单。当然这里比较接近尾盘了，所以你的swing trade 的这个 profit 可能不是那么饱满。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类似于这样的盘形它也是存在的。不要看到2条牛腿就非常兴奋的说那一定要去测试一个起跌点，不是那样的。我们要看到它是否在保持住了跟 EMA20 互动的一致性。比如说这里这个回归趋势的 EMA20 的穿越行为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这更可能是一次回调，而不是一次反转。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3月2日在2点左右的这一部分 K 线的价格行为。同样我们看到这是一次牛趋势的攀升之后，有下穿 EMA20 的行为，并且逆趋势的熊腿制造了 lower low， 也就是逆趋势更大的极值，并且在4-5根 K 线内都没有返回 EMA20。我们到这儿为止是有理由认为很可能是一次反转。但是当我们看到这2根 K 线的时候，就要警惕起来了，因为这2根 K 线它是从逆趋势的一侧回归到顺趋势的一侧，并且没有任何的阻碍，没有任何拒绝行为，就不要再头铁的去做空了，认为这是一个主趋势反转。当然不做空不代表就一定要做多，我们到这根 K 线结束的时候并不清楚之后会有一段这样大趋势的上涨，只是说到这儿 OK， 这可能还是要延续今天这个趋势，或者是一个震荡区间的走势，一直震到盘尾，但是绝对不能去做空了，因为这里已经明显告诉你没有任何拒绝行为，你的前面的一整段的下穿 EMA20 的行为仅仅是一个回调而已。 OK， 通过前面的几个例子的讲解，我们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说想成为一次主趋势反转，它可能需要很多条件共同成立。其实这个直觉是正确的，就像我之前说的，一个趋势被反转，这是一次需要非常大能量才能产生的行为，这样的行为需要很多共识来推动，本身成立就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设立了很多更适合新手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判断条件。当然还存在除了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一系列判断之外的一些情况，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值得你继续去想是否有主趋势反转还是回调了，因为它很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犹豫的震荡区间。我们看一下2月19日的后半程，你看我们这里其实开盘就已经很犹豫了，在从中午时分开始了一段明显的通道下降通道，熊趋势通道。然而我们看到在1点45左右跟 EMA20 做了第一次互动之后，它的一系列价格行为是反复的摩擦 EMA20， 反复的在 EMA20 上下去抖动，包括它前期最早的早盘也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时候基本上这一整天你就可以当做一个震荡区间去看待，不要过多的执着于我们之前的所谓的判断标准，是不是主趋势反转，它到底是不是回调。比如说如果你认为这是一次主趋势的反转，你在这里看到了这被拒绝了，选择继续做多，很可能就做多在了高点处，你又看到了大阴线带到下边来，又制造了回归趋势的大阴线，在下边又挂了一个限价空单，又一次被套。所以万事皆有例外，
像这样的震荡区间的形成就不适合你再通过判断它是回调还是反转来做单，你大可以不做，或者是就在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低点或者是高点的位置做一些反转单，来进行一些小的 scalp 的这种盈利。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2月11日早盘有个非常大的趋势，后来呢进行了一次好似主趋势反转的盘形，但经历了一次接触之后，我们发现接二连三的跟 EMA20 发生各种各样的互动，并且每一次拉上去就会有大的反转阴线拉下来再拉下来，这就明显的形成了一个大涨大跌大疑惑的震荡区间行情，并且它后续还是会延续这样。虽然有的时候它的波动幅度会大一些，你千万不要去做什么跟随单，比如说做多在这里，或者是做空在这里，这明显是要被套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 EMA20 跟价格行为有过多的接触和互动的时候，尤其你们看这一段，在这之后明显这一天你就要喝啤酒吃烧烤了，就不要再做了。再做也是被套，比如说你这看到了太阳线起步右上多单被套，看到这里阴线拖又下来被套，这就很不值得。OK， 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这个2月27日，我们也讲过这个，它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整体上是没有trend形成的，在我们之前的视频也讲过，所以可能压根儿就不存在到底是回调还是反转的这种判断。但是有的人做的这个比较精细，比如说这一段他说这明显就是一个上升通道。 OK， 如果你真的想不比较，每一笔小的收益都想拿到，可以这么去认为。但是当你明显看到这个 EMA20 和价格行为互动增多的时候，就不要去头铁了，果断的放弃这一天的单子，或者说在极大的体积的阳线的收盘去卖，极大体积的阴线的收盘去买。当然这需要非常高的水平。总的来说，我建议如果看到 EMA20 跟价格有过多的互动行为，就不要执着于去做一些跟随单，我们就观察为主，甚至这一天你就可以直接去玩了，不需要再考虑日内盈利了。 OK， 到这为止，视频主要内容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再回头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主要讲解了如何判断到底是回调还是主趋势的反转。首先第一个条件，它必须已经是一个趋势日。第二个判断条件是跟 EMA20 的互动到底有没有，如果没有，不用去过多考虑这个问题。第三个，如果有互动，它的第一次互动是不是能在逆趋势的方向上制造更大的极值？如果连这样的极值都没有呢，这果断是一次回调而不是反转。就算创造了极值，我们也要看是不是在5根 K 线内就稳稳的收回到顺趋势的一侧。如果收回了，这也很可能是一次比较深的回调而已。当然如果收不回来，那很可能这就增加了它成为这个主趋势反转的可能。不过为了确保这样的情况，我们还要看最后一点，在满足所有先前条件情况下，它是不是有明显被 EMA20 拒绝返回顺趋势的一侧的这样的 K 线形态，比如说长的引线，或者说一些 K 线对儿，如果这些都满足，这就是大概率的一次主趋势反转，否则都可以当做这个回调来看待。当然除去这些所有，我们一旦看到 EMA20 和价格行为有过多的互动的时候，要果断当做震荡区间来去理解这个盘形，而不要头铁的去做顺势的跟随单。好了，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我讲解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频道。